我把一架喷气机的机翼反过来装，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听说过苏47，或许还在战争雷霆里驾驶过它，但你知道吗？这个颠覆性的设计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第三帝国，而真正让它突破阴障飞上蓝天的，却是80年代美国人的一次疯狂实验。这架名为 X-29 的科学怪机集合了 F5 的机身、F16 的起落架和 F18 的发动机，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驯服了困扰航空界半个世纪的机翼发散难题，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架飞上天空的真正的超音速前掠翼战机。然而，这项耗资数亿美元、验证了无数尖端技术的项目，最终却没有催生出一款量产战斗机。欢迎来到苍穹利刃，本期视频将带您深入 X-29 的传奇试飞，看美国工程师如何用3组计算机和一身混血零件，驾驭这头理论上不可能稳定飞行的猛兽，并探寻一个终极疑问：既然前掠翼如此优秀，为何今天的天空中没有它的身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前掠翼设计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第三帝国，但和普遍认为相反，最先造出前掠翼飞机的其实不是德国，而是苏联。1940年，苏联测试了一款名为 DBLK 的双机身怪异飞机，虽然设计颇有潜力，但最终因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过于奢华而被取消。几乎在同一时期，战线另一边的一位德国工程师汉斯沃克也在研究前掠翼。随着第三帝国推动喷气发动机的发展，他认为这种布局可以解决早期喷气机的问题，甚至打造一种高速轰炸机。不过这类设计虽然看起来很美好，却始终存在致命缺陷。那么前掠翼设计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什么它如此出色？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构想的没落呢？我们一一来拆解。早期喷气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低压因素下产生足够升力。传统后掠翼在高速时表现出色，但在低速，比如起降阶段却难以产生足够升力，这也是世界首款喷气战斗机 Mi-262 的痼疾之一。于是沃克的逆向思维很简单，那就是把机翼反过来装。前掠翼可以将飞机的重心前移，在低速下能产生更多升力，同时允许更大的有效载荷。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带来更好的机动性，尤其是在近距离格斗中。但问题在于结构强度，机翼在飞行中不仅会弯曲，还会扭转。前掠翼由于升力分布会产生更严重的扭转应力，极易导致结构破坏，这也是早期材料无法解决的难题。直到几十年后，碳纤维复合材料出现，这种高强度轻质材料才让前掠翼重新成为可能。这时，格鲁曼公司在轻型战斗机项目失败后，决定探索新技术，在 DARPA 和 NASA 资助下打造一架实验机 X-29。它可以说是拼装怪兽，机头来自 F5 机身，起落架和部分控制系统来自 F16。发动机是后来用于 F18 的 F404， 最核心的就是前掠翼和压式布局以及多控制面设计。机翼大量使用复合材料层压结构来抵抗弯曲和扭转，同时 X-29 本身是高度气动不稳定设计，因此必须依赖电传飞控系统维持飞行，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技术。飞机由3台计算机每秒进行数十次计算修正姿态，而这种不稳定设计反而带来了极高机动性。此外，它还测试了超临界翼型，以降低跨音速阻力。纸面性能看起来极其惊人，但现实测试中问题逐渐显现。飞行员报告俯仰控制存在困难，在高鹰角尤其45度以上时可控性明显下降。第二架原型机甚至安装了应急减速伞，测试还发现实际阻力降低效果不如预期。虽然它成为第一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前掠翼飞机，但高速下机易扭转问题依然存在，这也是后来俄罗斯在类似设计上最终放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某些迎角下还会出现气动抖震，机身剧烈震动，甚至可能失去控制。需要理解的是 X-29 从一开始就不是为量产战斗机设计，而是一架纯粹的技术验证机，用于为 NASA 和美国空军收集未来飞机和航天器技术数据。两架原型机从1984年至1992年共完成422次试飞，测试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验证前掠翼和超临界翼型基本特性，第二阶段重点测试高迎角机动性能，第三阶段研究涡流控制。第二架原型机安装高压氮气系统，通过喷嘴向涡流注气，以在常规控制面失效时维持控制能力。与此同时，苏联在1988年也开始研制自己的前掠翼验证机，最终发展为苏47金雕。不过 X-29 依然是冷战时期最疯狂的实验机之一，它验证了许多后来现代战机采用的关键技术，也展现了工程师的创造力和试飞员的勇气。如今幸存的2架飞机分别保存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和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成为那个大胆探索时代的见证。I